星汉哥哥，我老公的车好开吗？你白天是个大律师，晚上却是个小妖精，你老公知道吗？他算什么？一个入赘我家的打工仔，只要我爸还在，他什么都算不上。沈夫人真过分，自己亲爹回国都不来接。司机撞人跑了！是董事长。我在律师事务所，别打扰我工作。快来医院，爸出事了。真烦人！你爸不在养老院待着，瞎跑什么？我开会了，你爸要是死了再通知我。我说的是你爸。满头大汗的，你真是个急性子。之夏，我撞到了个老头。怕什么？叫我主人，这官司我替你打。我这算是肇事逃逸？错了，是那老头碰瓷，他先犯罪，我保证让你无罪释放。陆先生，病人情况十分危急，需要马上手术，家属来签字。给我吧，我是他女婿。不行，必须直系亲属签字，叫他女儿来。你有完没完？说了再开会，你耳聋吗？这个手术非常危险，必须你过来。我又不会看病，真要死了，就是他的命。开会比人命还重要。沈之夏，有你这么做女儿的吗？谁是他女儿？咱俩都没睡过一张床。一个快入土的乡下老头，叫他一声爸我都恶心。哼，所以你以为出车祸的是我爸？叫他一声爸我都恶心。你继续说，被撞的老头死了吗？应该还有气，我听见叫救护车了。有点麻烦。死了好办，最多赔一笔钱。可要是成了植物人，你就得养他一辈子。那岂不是成无底洞了？早知道就该把他撞死。冯珍珠，有个新案子，通知律所所有人开会，我马上到。也不晚，事发地离第一医院最近，你先过去闹，让那老头抢救无效，死在手术台上。好。怎么样？他女儿什么时候到？他是律师，正在办一个很重要的案子，忙完才能过来。什么人呢？文件给你，你先去缴费，等他一到，马上手术。沈之夏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能不能救活你爸看在自己了。交费。你是那老头家属吧？这手术费你不能交。你肇事逃逸，还敢来捣乱！放你的狗屁！是那老头碰瓷儿，我忙着约会先走了。现在赔我的车钱。你必须反咬一口，把责任推到死老头身上。你这是恶人先告状！少废话！我的车一个门把手就要100万，赔钱！你撞车后逃跑，我亲眼所见。这个包你做定了！你想讹诈我？不谈了，我女朋友就是律师，打官司我打死你！这个穷鬼不肯罢手，还想讹我？让他听电话。你好，我是星汉哥的律师沈之夏。老婆，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案子。我男朋友绝对无罪，为了不跟你这种废物纠缠，我们出10万块钱调解费。我劝你见好就收，不然等我过来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哦，你要过来？行啊，那我等你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沈之夏
怎么帮他做无罪辩护？我看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后悔，我这就过来。沈之夏，等你过来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陆总，由于董事长陷入昏迷，非常危急，董事会启动紧急程序，让您全面接管公司。知道了。要通知沈夫人吗？沈之夏吗？这女人任性妄为，但唯独对沈总还是孝顺。不用了，他等会儿自己会看到的。先交费救人吧。不能说！你放手！我报警了！必须要死无对证，不然这官司打不赢。今天谁敢救他，我跟谁没完！小杂毛，我忍你很久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碰瓷的流氓打人了！谁敢打我男朋友，我代表法律。老公，宝贝儿，他是你老公？那我俩……原来被撞的是他爸。怕什么？他就是我家养的一条干活的狗。沈夫人，这几年要不是陆总，沈氏哪来如今的风光？要你多嘴！女秘书爱上男总裁的戏码看多了。怎么，你没钱养小三，学会让你爸去碰瓷了？你干出这种事，不觉有愧，还这般放肆。有愧？你不是总问我在忙什么案子吗？陆川那个蠢货还以为我在加班，床上床下都没用的废物。看清了吗？这就是我的案子，怎么样？刺激吗？你也配说自己是律师？我当然是律师。是谁报警？我报的，我要告这人强奸我老婆沈之夏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有强奸他老婆，夏夏可以作证，他纯属污蔑。没错，信号哥哥没有。沈之夏，视频里拍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你说是两情相悦，那你就是婚内出轨。离婚的话，你得净身出户。陆川，你真卑鄙！是他犯罪坐牢，还是你净身出户？你想清楚。陆川，你真以为你很有钱吗？爸，您干嘛把公司交给那个废物？只是让他代管，他有经营天赋，公司上市得靠他。那你也不能跟他签合同啊，白纸黑字的。怕什么？我是董事长，只要我不死，转手就收拾他。您有准备？等公司一上市，我立刻解除他所有职务，冻结他的资产，为你俩离婚做准备。我承认，是我婚内出轨，净身出户。既然没有人强奸，你们这是民事纠纷，自己协商吧。只要我爸在，你就永远是个打工仔。现在，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，辩他无罪。现在，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，辩他无罪。好啊，按你的意思，我不和解就不能付这个医疗费。没错。那我还就真不付了，咱们慢慢谈，谈到大家满意为止。调解费我给你翻1倍，20万，这事儿结束。我不答应。你可以不答应，但是你爸躺在手术台上，不知道他想不想答应。伤者胸腔大出血，再不手术就来不及了。我们全都准备好了，他女儿呢？怎么还不来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他撞死的是你爸呢？你说什么？陆川，我劝你口上积德，你不就是怕打官司会输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爸，我也一定会站在正义的立场上，为星汉哥做无罪辩护。你还真的是。陆川，这样吧，看在之夏的份上，一口价100万。
我要是还不满意呢？100万还不满意？你想要多少？不是我想要多少，而是我觉得还是你最有资格看看这个人该赔多少。装什么装？一个最底层的乡巴佬，能赔多？别人快不行了！他女儿到底来了没有？赶紧签字。喏，他来了。现在是肇事者的律师正跟我谈和解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老人躺在手术台上，你还在争谁对谁错？我不会签字，更不是那老头的女儿。真可笑，你故意弄个我爸的假名字，想让我签字，做梦！你非要不信，可以给你爸打个电话。哎，推出去，通知病人家属吧。你不是董事长的心肝宝贝吗？他怎么不接你电话？我爸在国外旅游，手机没信号。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不想和解，那就上法庭打官司。这人死了，拖太久，我们尽力了。哈哈哈，刚才不和解，现在人死了，活该。一个很简单碰瓷的事，你非要搞出人命，真是废物。是吗？那你去看看吧，究竟是谁在碰瓷？宝贝，你就去看看，一个乡下老头最多赔多少钱？看就看，希望是真死了，少别在这里碍事。夏夏，怎么了？他爸的脸都撞变形了。陆川，你爸被你拖成这样，应该死不瞑目吧？节哀，尸体先推去冷库，你们尽快商量后事。直接火化！一个乡下老头，停着也是浪费地方，早点烧了干净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按习俗要停尸7天，让子女好好送老人一程。你作为女儿，闭上你的臭嘴！陆川，赶紧的，早火化早了事，省得耽误跟星浩哥哥打官司。等化成灰，就什么证据都销毁了。沈之夏，这么仓促的火化老人，连最后的孝道都不尽了。孝道，没钱就别谈什么孝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拖延，想找机会伪造证据。我告诉你没门儿，今天必须火化。沈之夏，你催着火化自己亲爹，这般作践，真是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余地。好啊，就听你的，立即火化。真是不孝。赶紧去找个好律师吧，这个官司我赢定了，星汉哥哥必须无罪释放。这就是你找的律师，就他这怂样也敢来跟我对簿公堂？沈律师，法庭上靠的是证据和专业能力，不是气场。证据、专业，小姑娘，等会儿别哭着跑出来就行。陆先生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输赢不重要，你尽力就好。不赢怎么惩治坏人？我一定帮你打赢。进去吧，开庭了。现在开庭，本案系宋星浩涉嫌交通肇事一案。首先由原告方律师陈述案情及相关诉求。尊敬的法官、陪审员，我叫王雪彤，是2025年法学院刚毕业的新人律师，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承办案件，但我一定会秉持公平正义，还原案件真相。第一次打官司，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发动我所有人脉，谁都不许接陆川的案子。我要让他只能用最差的、最没经验的新人。这么做会不会太绝了？毕竟这案子涉及人命。我不能让这个案子有一丝失败的可能。还不快去！被告方代理人沈律师针对原告方律师的陈述，你方有何回应？法官大人，
原告方律师资历尚浅，对案情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。我方当事人宋星汉并非交通肇事逃逸，而是被那老头恶意碰瓷，情急之下才离开现场，属于正当避嫌。法官大人，我方有重要证据，足以证明被告方的陈述完全是谎言，也能证明宋星汉存在明显的肇事逃逸行为。这份是事发地机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截图。事发前，死者正站在人行道上等待，并未主动靠近车辆。所谓恶意碰瓷，纯属无稽之谈。法官大人，一张监控截图无法完整还原当时的场景，或许是他突然冲出人行道，我方当事人来不及反应。照片清晰可见，你自己看。我不用看，仅凭一张截图根本不能作为有效证据。如果你无法提供完整的监控视频，那就无效。调取监控视频，机场表示需要法庭出具调查令，那就是没有完整证据咯。作为一名律师，你应该知道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。你拿不出完整有效的证据，就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存在肇事行为，更谈不上逃逸。沈律师所言符合法律规定。王律师，你方需在法定规定时限内提交完整监控视频，若逾期未能提交，该部分证据将不予采纳。不好意思，夏夏，还是你厉害，一下就把他问住了。小场面，接下来轮到我反击了。这是我方当事人宋星浩的车辆定损报告，车辆维修费用高达200万。此外，事发后我方当事人因原告方的无端指控，精神受到严重影响，出现失眠、焦虑等症状。我方要求原告方赔偿我方当事人车辆损失及精神损失费，共计250万。你这是颠倒黑白！宋星汉肇事逃逸，导致他人死亡，不仅没有丝毫悔意，反而倒打一耙，要求赔偿。颠倒黑白？王律师，这里是法院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有证人。法官大人，事发时有8位陆川先生的员工在场，他们亲眼目睹宋星汉驾驶跑车撞倒死者后，不仅没有停车救人，反而加速逃逸。法官大人，这些证人都是陆川的员工，与原告方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，他们的证言没有可信度，而且不排除陆川威逼利诱，让他们做伪证的可能。陆川，你为了打赢官司，连这种手段都用上了。你胡说，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王律师，根据诉讼避嫌原则，该批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联，其证言不予采重。好，法官大人，我们还有宋星汉事发后的通话记录，他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联系的不是保险公司，也不是医院，而是沈之夏律师，足以证明他的心虚。联系我怎么了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他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找我倾诉，寻求帮助，有错吗？王律师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故意扭曲事实，引导法官误判。法官大人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，无法证明我方当事人宋星汉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。相反，我方当事人才是本案的受害者，理应得到相应的赔偿。恳请法官大人依法判决，还我方当事人一个公道。不用了，沈之夏，你口才很好，庭审技巧也很娴熟，或许这场官司你真的能赢。算你有眼光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以为你赢得了官司，但输得最惨却是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夏夏，他不会还藏了什么证据没提交吧？任他再有手段，这一局他也输定了。王律师，辛苦了，接下来的辩护我自己来，有些账我想亲自跟他算。陆先生，我可能是没有经验，但是你放心，你就在后面坐着，等着看他的下场。你个卑鄙小人，知道自己必输了就赶走专业律师自己上，故意装可怜博同情。我当你藏了什么惊天后招，原来是破罐子破摔。陆川，你以为会耍几句嘴皮子就能扭转局势？
你是大夏金牌律师，从无败绩，但不代表你正义。你人脉广，也不是你帮凶手脱罪的资本。沈之夏，你以为我放弃律师是认输？恰恰相反，我是怕律师的身份束缚了我揭露真相的手脚。陆川，你确认后续庭审由你本人自行参与辩护，不再委托专业律师代理？法官大人，我确认。我看你是彻底放弃，把官司往输了打呀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法官大人，我申请暂时休庭。理由？刚才殡仪馆电话，尸体已经火化了，催我去取骨灰盒，把老人带回家，落地为安。骨灰盒放在那里又不会跑，有什么着急？没错，庭审正到关键时候，凭什么为一个碰瓷的乡下老头中断？我坚决反对休庭，恳请法官大人继续审理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就算是碰瓷，也是一条人命啊！是啊，这沈律师这也太冷血了，难道他自己就没有父亲吗？我有话要说，我是第一医院的护士，这位老人送医时明明有救活的希望，却因为他女儿迟迟不签字不交费，耽误了最佳手术时间。现在人死了，他连让老人入土为安都不肯，这还是人吗？你一个小护士懂什么案情？是不是陆川给了你好处，让你过来乱咬？我没有污蔑，法官大人，他分明是想拖延时间，等案子判完他再去也来得及。够了！等案子判完，车祸发生的第一时间我就联系你，医院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，我又联系你，现在人火化了，你连让他入土为安都要等。我又不着急。你看清楚，火化的这个人名叫沈海生，你的亲生父亲。这不可能！陆川，你怎么这么贱？为了怕打输官司，居然耍这种花招。之夏的父亲明明在国外旅游。对，星汉说的对，这都是你伪造的。法官大人，我可以作证，前几天他们还通过电话，怎么可能突然火化？旅游？沈之夏，你可以问问他在哪个国家、哪个城市，能不能跟你视频通话。陆川，你别太过分，你明知道国外信号不好，还说这种废话。我爸他确实很少看手机。很少看手机不是不能接电话。你在怕什么？打就打，你嚣张什么？肯定是没人接，系统会自动提示接通。是他的手机，铃声是从他那里来的。不可能！沈之夏，你知道错了吗？不可能！我爸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肯定是他偷的。法官大人，我举报陆川盗窃他人财物、伪造证据，请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肃静。根据本案身份核实相关文件确认，事故中不幸身亡的老人姓名确为沈海生，沈氏集团负责人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爸如果死了，你就是公司最高负责人，一定是你想吞掉我沈家的产业。沈律师，法庭是严肃的司法场所，不得肆意毁坏物品，扰乱庭审秩序。法官大人，我这就叫人来揭穿他的真面目。说陆川污蔑我爸死了，你快带人来法庭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下，我们查到了一些真实情况。别废话了，要么现在来帮我，要么以后就别认我这个侄女。之夏误入歧途，这么下去非常危险。开车撞人的宋星汉怎么办？他肇事逃逸，证据确凿，绝对不能放过他。走，去法庭。法官大人，除了手机以外，我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证明死者的身份，那就是检验 DNA。荒谬！浪费司法资源做鉴定，陆川，你究竟玩什么阴谋？我是沈海生的弟弟沈国良。二叔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快帮我揭穿陆川的阴谋。他伪造证据，还想做假鉴定。法官大人，我方自愿提供沈海生的样本，恳请法庭批准 DNA 鉴定，查明真相。
大叔，你疯了吗？我爸明明好好的活着，做什么 DNA 检定？你是不是被陆川胁迫了？沈之夏，你护着的宋星浩到底对你隐瞒了什么？你真的一无所知吗？到现在了，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，死者就是沈海生。你胡说！我爸没有死，他根本没出事，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！我绝对不会认这个陌生老头是我爸。肃静，沈律师，请注意你的身份和法庭秩序，立刻冷静下来。鉴于本案中该物证与案件核心事实密切相关，至关重要，本庭依法批准本案 DNA 鉴定相关申请。别担心，就算鉴定结果有问题，大不了我们再找关系。找关系？你老实说，你撞的人到底是谁？你别骗我！我哪知道，当时只顾着跟你打电话，但我肯定就是个普通老头，不是你爸。你连我都不信了？陆川就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，想让我们自乱阵脚，你别上当！沈之夏女士，根据法庭收到的相关通知，你的父亲正等候在法庭外，请求出庭参与本案的庭审活动。我爸来了，我就说他没事儿。陆川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想谋夺我沈家的家产，想让我身败名裂？告诉你，做梦！法官大人，快让我爸进来，让他亲自揭穿陆川的丑恶嘴脸，证明星汉哥是被冤枉的，证明那个老头就是碰瓷。法官大人，快请沈伯伯出庭，也好让大家看看陆川是怎么无中生有、恶意栽赃的。你不是被撞死了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冒充我爸？我是来给我儿子陆川作证的，谁冒充你爸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？陆川，你真是够了！用一个老头冒充我爸被撞死，现在又让你亲爹来冒充我爸演戏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掩盖你的阴谋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从未让任何人冒充谁。我父亲来这里，只是为了让你亲眼看看他还活着。至于被宋星汉撞死的人究竟是谁 ，DNA 结果一出来，一切都将清清楚楚。根据 DNA 鉴定结果，死者身份确认，正是沈氏集团董事长沈海生。不可能，鉴定报告是伪造的！是不是你们？是不是你们早就想谋夺我家的财产，所以配合陆川编造这个谎言，甚至害死了我爸？我爸那么信任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么回报他的？是你一门心思护着那个凶手，真相摆在眼前，你视而不见。该清醒的是你！你们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爸给你们配豪车送股份，你们转头就联合外人坑我！你们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够了！你为了情夫践踏真相，辱骂养育你的长辈，现在还动手伤人。叔伯们为了亲情一再忍让，是你自己的嚣张和无知，把身边所有人都推开的。都是你害的。如果不是你处处针对我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才是罪魁祸首！宋星汉如实供述事发经过，本庭提醒你，隐瞒罪证只会罪加一等。是我开车撞了人。事发后我很害怕，就打电话让沈之夏帮我想办法。是他让我逃逸的，还帮我伪造证据贿赂证人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指使的，我只是听了他的话。你放屁！宋星汉，你怎么能背叛我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放弃了一切帮你脱罪，你竟然反过来咬我一口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不想坐牢，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。你从头到尾只在乎自己的面子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。事发后你只想着怎么掩盖真相，从来没问过我一句有没有事儿。现在出了事就想让我一个人扛，我凭什么？好一个背信弃义！
都是你们的错，是你们联手算计我。哼，是陆川设的局，是你背信弃义，我没错，我根本没错。经律师协会核查，审之下妨碍司法公正、指使他人作伪证等多项违法行为，情节恶劣。现依据律师法第49条规定，正式宣布吊销沈之夏律师执业执照，终生不得从事律师行业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。陆川，是你谋夺沈家财产，是你害死我爸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不会认输的。肃静！法官大人，这是医院的监控录像。事发后是沈之夏百般阻挠，催着尽快火化死者，是他亲手断送了查明真相的机会。办什么手续？直接火化？一个乡下老头停着也是浪费地方，早点烧了干净。是你催着火化，是你阻挠调查，是你亲手让你爸死得不明不白，你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吗？你的良心呢？法官大人，我有补充证言，我早就知道那天撞的人是沈害生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事发后我有探头到车外看过，看清了他的脸，也认出了他的身份。是你自己蠢，一直以为是陆川的爸，还拼命帮我辩护，我就是顺水推舟利用你而已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这个骗子，你利用我，我要杀了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！是你自己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心护着我，觉得有沈家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我就是利用你而已。要怪就怪你自己愚蠢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分不清好赖。我恨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真是自作自受，帮着杀父仇人对付查明真相的人，到最后还被仇人利用，太蠢了。陆川好心帮他查真相，他倒好，反过来咬一口，现在栽了，活该。肃静！第一张是你爸手机的通讯记录，里面有9个未接电话，都是事发后打给你的，他临终前还在想着你。下面几张分别是病危通书、死亡证明和火化通知，这里哪一样没有你的手笔？你为了宋星汉罔顾你爸的性命，死后为了毁灭证据，催着火化，到现在他的骨灰盒还孤零零地躺在殡仪馆，而你到现在都还认为自己没错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催着火化你的，是我帮杀你的凶手辩护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爸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任性了。陆川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我的过错。沈氏是我爸的心血，求你把它还给我，我一定会帮我爸好好守住沈氏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不，你没觉得自己错，只是怕。你怕做不了律师后，连沈氏都没有了。我没有，之夏真的知道错了，之前都是被宋星汉蒙蔽的，我以后绝不会这样了，请你们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诋毁，在你选择帮宋星汉隐瞒真相的那一刻，在你催着火化你爸的那一刻，在你辱骂叔伯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被你自己彻底弄丢了。我还有机会的，法官大人，我有补充证据。这是我和宋星汉的聊天记录，转账凭证，是他肇事逃逸，我是一时糊涂才包庇他的，我认罪，我全认，求您从轻处罚。原告人宋星汉犯交通肇事罪，情节恶劣，社会影响极差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原告人律师沈之夏犯包庇罪，鉴于其当庭自愿认罪悔罪，并主动提交补充证据，从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2年。法官大人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想留在沈氏集团。哪怕只是个保洁，天天扫厕所都行。我只想守住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不可能，你为了私情包庇杀父仇人，亲手催着火化父亲，践踏亲情与司法公正，早已不配留在沈氏集团。那是我沈家的家业，他姓沈不姓陆。我们一致同意陆川的意见。沈之夏品行不端，损害公司声誉，不适合留在沈氏。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。我爸的遗产，我是唯一继承人。你们现在狼狈为奸，谋取沈家产业。法官大人，我要求两案并案审理，请求法庭宣判陆川、沈国良等人侵占他人财产的罪名。沈之夏，作为曾经的知名律师，我想你很清楚，你需要拿出证据，
虽然我爸之前没有立遗嘱，但根据遗产继承法，我是他唯一的顺位继承人，他名下的所有资产都由我继承。你没有，我有。法官大人，公司上市之前，沈海生先生与我签过一份文件，请过目。不可能，我爸不会这么做的。法官大人，经集团财务核查，沈之夏利用身份之便挪用公司资金，用于个人享乐及资助宋星汉，经由集团一致决定追究其法律责任。我签过一份文件，请过目。经集团财务核查，挪用公司资金，追究其法律责任。这是我爸的心血啊！扫把星，都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才会坐牢。10年啊，你毁了我儿子的一生！你滚开！宋星汉蒙蔽我在先，害死我爸，骗了我那么多钱，你还有脸说我？我不管，我儿子现在因为你坐牢，你必须赔偿精神损失费。我儿子这10年的误工费，1分都不能少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！你儿子撞死的是我爸，你要怎么跟我没完？肃静！法庭之上禁止喧哗撒泼。我儿子不能白坐牢，他必须赔钱。庭审进入民事赔偿环节。沈之夏利用职务之便违法所得6000万，需立即返还公司。你是否有能力承担此项赔偿责任？我没有能力承担赔偿。陆川，二叔，我愿意打欠条，以后打工慢慢还，多少钱我都认，只要你们给我一个机会。一个风光无限的大律师，竟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当初还说谁帮陆川打官司，就要让谁在行业内混不下去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行，这个锅我自己背，我活该，我罪有应得，但我不会永远都输。押1付1，500一个月，爱租不租？能不能先欠着，找到工作就给？没钱租什么房？滚远点！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，正义绝不会缺席。沈大律师太厉害了！你找谁？哟，这不是沈大律师吗？哪阵风又把你吹回来了？张兰，我想问问，律所还缺人吗？打杂整理文件都行。打杂？沈大律师也会干这个？怕不是来乞讨的吧？报应，以前仗着家世胡作非为。请吧，我们律所不敢用。你们等着，我沈之夏就算跌到谷底，也一定会爬起来。陆川、沈国良，今天的耻辱都是你们给的，我一定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老板，我能刷碗，工资你看着给，有口饭吃就行。行吧，先去把厕所扫了。谢谢谢谢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去吧去吧。陆氏集团上市要在家里办庆功宴，可惜这种大单子咱店小接不到呀。快点，我等什么？开始推了！天大的好消息！陆总要在他的别墅办沈氏上市庆功宴，指定我们承接，这可是大单子。这干什么吃的？毛手毛脚的！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那当然了。庆功宴人手不够，你跟着去帮忙，少说话多干活，别搞砸了。好的。老板、老板娘，张姐突然晕倒了。发烧了，得赶紧送医院。拿着，
先去看病，工钱我照发。沈律，我妈妈在家摔倒不能动，我想请假半天送她去医院。摔倒了有功夫给你打电话，不会打120？你手上还有那么多事儿，你请假了准备让我做吗？我会把资料带到医院去做，不会耽误工作进度的。行了，不要废话了，以后都不用来了，去陪你那个拖后腿的妈吧。我没错，要不是陆川，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老板，这报纸多少钱？10块。陆川，你抢走我的一切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就这样忍气吞声，不行，我必须报仇。可我现在这样，拿什么跟他斗？宋星寒，爸，我好想你。要是你在，我怎会落到这步？都是陆川毁了一切。庆功宴那天穿这个去，定要让陆川大吃一惊，让他看看我沈之夏就算落魄，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去搞破坏，大闹庆功宴，让陆川颜面尽失，再偷偷弄坏东西，让他的庆功宴泡汤。不行。你还在缓刑期，再惹事就会坐牢，永无翻身之日。不错，挺勤快的。庆功宴的事儿你都记清楚了吧？到了别墅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千万别给我惹麻烦。知道了，老板。好好干。要是这次单子办得漂亮，我给你涨工钱。先忍忍，庆功宴那天看情况再说。发什么呆？快点走！以前有资格站在那里谈笑风生的是我。这里的鲜花要换一下，换成香槟玫瑰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马上就换。爸，我是不是错了？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偏执，没有和陆川作对，是不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？陆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来送食材的。好好干活，别惹事。你是谁？宋星汉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身体不好，取保候审出来的。倒是你，沈大小姐，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？少废话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之夏，我们都是被陆川害的，他夺走了你的一切，也毁了我的人生。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是无色无味的毒药，庆功宴时放进酒水里，宾客喝了，陆川就完了。到时候沈氏就是我们的。这是犯法的，不行。犯法？陆川害我们时考虑过吗？你还想跟以前一样风光吗？干成这件事，你就能夺回属于你的一切？你甘心一辈子当一个洗碗工吗？好，我干。这才对嘛！庆功宴那天，我会混进去接应你。事成之后，我们平分沈氏集团。陆川，他是真心守护沈氏的吗？爸最大的心愿就是沈氏越来越好，我要毁了他们。恭喜沈之夏重回沈氏！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这么做不仅会害了那些无辜的人，一旦东窗事发，我就会被判处死刑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干成这件事，你就能夺回属于你的一切？你甘心一辈子当一个洗碗工吗？爸，你说我该怎么选？小沈，你不舒服吗？
没事儿，老板娘。谁还没遇过坎儿？知错能改，好好做人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陆总真是好人，沈氏之前的烂摊子全是他收拾的，还帮沈家还清不少外债。只可惜沈董事长的女儿错把榆木当真金。陆总帮沈氏还清了外债。是啊，他还一直关注沈之夏的情况，叮嘱社区多关照，怕他缓刑期间走歪路。陆总，我是沈之夏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这就是他给我的毒药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你不是最想看到我倒台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被仇恨蒙蔽，不该信宋星汉的话。我爸的心愿是让沈氏越来越好，我不能让他毁在我的手里。你能知错悔改，还算不晚。庆功宴那天，你按我说的做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把宋星汉绳之以法。感谢各位来宾莅临沈氏集团上市庆功宴。沈氏集团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大家的支持。你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动手？这是犯法的。现在怕晚了，不做我就供出你，你一样难逃法网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这才对，快点，别耽误了时间。大家小心，他手里有毒药。宋星汉，放开我！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现在依法逮捕你。沈之夏，你敢背叛我！我不会再跟着你作恶了。各位来宾，抱歉让大家受惊了，刚才是一场误会，现在已经解决了，请大家继续享用美食。陆总，对不起，我以前做了太多错事，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爸。你能知错悔改，很好。你爸在天有灵，也会感到欣慰的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好好做人。谢谢你们，你们把沈氏管理得很好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太偏执，太愚蠢，差点走上不轨路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的心意，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，不再被仇恨蒙蔽双眼。爸，陆川是个好人，他把沈氏集团管理得很好，您的心血没有白费。爸，我会好好活下去，做个正直有担当的人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